回头，看到赤骨光子身上缠绕着汹涌的魔法元素，双手持剑，杀意凛然。又是你！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给赤骨家的第一继承人留下奇耻大辱，你还妄想着能活着离开蛇骨之国吗？小贼！之前那件事纯粹是意外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碰到你的，而且我已经跟你道歉了，大姐，你放过我行不行啊？大姐！希尔的解释直接让赤骨光子陷入暴怒状态，双手持剑疯狂突进，熊熊烈焰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逼得希尔只能举起长刀竭力抵挡。带给我的耻辱，就用你的命来偿还吧！好可怕的魔法力量，比上次更强了！你这个疯子究竟想干什么？我只想要你的命，给我死！面对赤骨光子的疯狂攻击，希尔勉强抵挡了几招，借着力道直接往身后跑去，往工业区深处逃窜。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哼！你就只会逃吗？懦夫！给我站住！一追一逃，工业区外围的钢丝网毫无悬念地被劈开，赤骨光子挥舞着长剑，每一道剑光都绽放出炽烈的火焰，在地面留下一道道灼热的裂痕。哼，你逃不掉的，无论你逃到哪里，我都会追上你，不死不休。赤骨光子一边追，手中的长剑则不断斩出烈焰，接连的剧烈爆炸让希尔只能不断的闪躲。哎，这女人真是疯了！疯了！还有更疯的！被赤骨光子穷追不舍，希尔干脆从包裹里取出一枚淡青色的能源水晶，一指捏碎。青参树，再见了，大姐！你一个人在这里慢慢发疯吧。看着希尔利用能源水晶踏空而行，转眼间窜上高楼。赤骨光子咬牙切齿地盯着他的身影，随即露出一抹冷笑。哼，就知道你这懦夫会逃走，还好我早有准备。魔气，飞升莫秋丽。同样点亮了魔法光芒，赤骨光子身上缠绕着明亮的光辉，化作一道利剑腾空而起。这个疯女人不就是碰了她一下吗？这么穷追不舍，以后肯定嫁不出去。不过我们搞出这么大动静，这个工业区就没人出来管管吗？哎，等等，这空气里的味道，福尔马林，还有血腥味儿，虽然很淡，但我判断的没有错，是存放某种动物的尸体标本吗？还有声音，一个、两个、5个，是园区的守卫吗？轰然一声巨响，魔法火焰在希尔面前猛烈地炸开，整个墙面都在刹那间化为灰烬。抓到你了，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赤骨光子冷冽地从火光中走出来，盯着面前的希尔。你有完没完啊？等等，那是……在赤骨光子充满杀意的目光注视下，希尔忽然察觉到他身后的异样，那是一道诡异的猩红。还想用这种小伎俩来骗我？换个花招吧，这种手段对我无用。是男人就跟我……啊！危险，躲开！
就在这时，诡异的猩红骤然坠下，笔直锁定赤骨光子的位置。感应到危险的赤骨光子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千钧一发之际，希尔抱住赤骨光子，狠狠地将他扑倒在地，压在身下。破碎的岩石满天飞溅。你干什么？再次感受着被陌生男人扑倒在地的赤骨光子，又一次慌乱无措。而在他身上，希尔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而是警惕地盯着身后的烟尘。那里，你这混蛋，快放开我！小贼，我要跟你拼了！别闹！刚才要不是我，你早就死了。别以为你救了我，工业区的守卫是赤蛇之国最先进的魔法科技，是不会攻击我们赤骨家人的。赤骨光子话音未落，一道黑影陡然袭来，希尔挥刀格挡，但还是被巨大的力道打得飞向远处，两人滚成一团。这些玩意儿是你们的最高魔法科技？赤骨光子同样茫然地看着面前的黑影。那是一具人形怪物，浑身都是裸露的血肉，并且还有部分金属覆盖，散发着凶恶的气息。人形变异体。工业区的厂房内，希尔跟赤骨光子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到黑暗中又出现两道身影，同样是鲜血淋漓、外置金属的人形变异体。不仅如此，在他们身后，两只兽形变异体也嘶吼着现身。这就是你所说的瓦格兰工业区的守卫，他们似乎不太友好啊。这么多变异体，这怎么可能？没给他们太多的思考时间，5头莫名出现的变异体盯着两人，就发出了疯狂的咆哮。无暇思索的希尔拔出长刀，警惕地挡在赤骨光子面前。喂，你还想再做到什么时候？站起来，准备战斗！我曾经在红石村对付过一只属性变异体，它嗜血如魔，破坏力惊人。你也不想这种东西在你们赤蛇之国横行吧，大小姐？不用你说，让开！缓过神来的赤骨光子握住插在地上的刀，一脸不屑，但仍旧掩饰不住眼中的慌乱与震惊。我赤骨家的事，第一继承人的我当然会亲自解决，不用你插手。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背后两只就交给你了，他们速度很快，小心点儿。少废话，别在被我杀之前就死在这些垃圾手上。你的命是我的。希尔与赤骨光子同时抱起，挥舞刀剑，向着自己目标的变异体突进过去。感受到自己被挑衅的变异体也发狂了起来。希尔一只手举刀扛住了变异体拍下的巨爪，另一只手按着2颗能源水晶，风、火，双属性，混合魔法，炎风车。另一边，赤骨光子也迎上了自己的目标，那是一只巨大化的、邪异的白色老鼠。业火四式，熔断剑。燃烧着火焰魔法的双刃毫不留情地砍在变异体身上，绽放出鲜红刺目的血光。小心，他们生命力很顽强，打他们要害。这一点不用你提醒。论战斗，我可不是你这种投机取巧的小贼可以比拟的。夜火2式，红莲十字。赤骨光子手中的双刀爆发出更加炫目的烈焰，交汇成十字形斩击，在变异体的惨叫声中将它斩成数段。
看到了吧？这就是本小姐的真正的实力。要不是耍手段，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这个白痴，快躲开！就在赤骨光子解决一头变异体，转身跟希尔炫耀战绩的时候，另一头变异体从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杀了出来。赤骨光子还愣在原地，而先一步察觉的希尔捏碎手里的能源水晶，魔法长刀隔空挥斩。混合魔法冰轮枪。强大的魔力冲击下，背后袭击的变异体瞬间被冻结成了冰雕。反应过来的赤骨光子挥刀将它斩成粉碎。谁让你多管闲事了？不用你出手，本小姐也能轻松应对。激战还在继续，但有所准备的赤骨光子与希尔实力完全碾压了这些变异体，顷刻间就扭转了局面，占据上风，将袭来的几头变异体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一起上！不用你说。两人协作，刀剑交汇，在强大的魔法元素冲击下，人形变异体毫无抵抗之力，胸口被撕开巨大的裂口，无力地挣扎着，轰然倒下。在确认周围没有其他变异体之后，希尔脸色凝重地靠近尸体，检查着上面的变异痕迹。从肉体上来说，这些变异体早就死去多时，而且与其说是尸体，更像是合成生物。你们赤骨家……希尔还在翻查着尸体的内部结构，突然刀锋轻颤，是赤骨光子持刀抵住了他的后脑勺。冰冷的刀锋在空气中泛起杀机。这里是赤骨家的工业区，如果变异体与工业区有关，那么知道这事的人都应该被灭口。刀锋所指，希尔愣在了原地，但还没等他开口，赤骨光子却傲然地收回长刀，不屑地闭上眼睛。不过，我更想知道，赤骨家还有什么秘密是我这位第一继承人还不知道的。你负责找到变异体的秘密，这是我赤骨光子赋予你的权利。啊，我会找到。哎，不过别以为我已经原谅你了，等这事儿完了，我会亲手杀了你。你翻脸不认人啊！瓦格兰工业区的地下通道，希尔与赤骨光子一前一后地走着。没想到工业区地下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空间。不过你怎么知道隐藏的道路？变异体身上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正在帮我指引方向。啊，应该就是前面这里了。看来这扇门后面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在巨大的钢铁大门前，两人停下了脚步，看着门上极其复杂的蛇形结构密锁。哇，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根本打不开啊！这是我们赤骨家引以为豪的蛇骨连心锁，世上无人能破。那怎么办？伴随着巨大的鸣响，钢铁大门缓缓打开，赤骨光子脸色傲然地踏入其中。你可别忘了，我是赤骨家的大小姐。等等，你看前面是什么？啊，怎么回事？大门之内，视线所及之处，竟是装载着人体试验品的培养皿。这些都是变异体。
瓦格兰工业区地下研究室。阴森幽暗的地下空间，眺望着大门之后庞大的实验场地，入眼处尽是密密麻麻的培养皿。无论是希尔还是赤谷光子，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人体实验？从这座实验室的规模看来，实验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不可能，用活人做实验室是禁忌，我们赤谷家怎么可能允许？希尔靠近培养皿，盯着里面浸泡的实验体，审视着表层的血肉组织。哎呀，我说，赤谷家的大小姐，你这位第一继承人或许连自己家里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吧？至少眼前的这具实验变异体，跟我之前遇见的变异怪物极其相似。所以我怀疑，传闻里赤蛇之国周边出现的变异体，就是从这个研究所诞生的。瓦格兰工业区是能源水晶的国家级提纯工厂，整个赤蛇之国的能源水晶提炼分发都是在这里进行。我没记错的话，瓦格兰工业区属于罗兰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是奥特兰朵魔法部属下的组织，并不属于赤谷家的直接管制。不对啊，不是说瓦格兰工业区是赤谷家的产业吗？名义上是。也就是说，这里发生的事情连你们赤谷家的人也不知道？不，这种事赤谷家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你不想说就算了。不过这里可能还有其他危险。既然能逃出来几只变异体，说不定还藏着一些，自己小心点儿。哼，这种事不用你说。赤谷光子高傲地走到一边，希尔也懒得搭理他，自己走到另一边，沿着之前闻到的气味，在地下研究室找到了一个房间。随着一个尘封多时的铁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浓烈的灰尘。这是一个凌乱的废弃会议室，到处都是散落的资料和文件。哇，好乱啊！看起来像是很匆忙的撤离，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希尔随手拿起一份会议纪要，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一些潦草的文字。看不懂。还有这些应该是研究人员留下的东西吧？随意地翻阅着会议室内遗留的物品，希尔又盯上了一个盒子，随手打开后，看到的是一些衣物以及一只怀表。这些衣服为什么要装在盒子里？还有这只怀表，啊，这不是赤谷大小姐吗？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希尔将手中的怀表打开，里面是一张童年时期的赤谷光子与另一名女孩的合照。这里怎么会有那位大小姐的照片？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是谁？就在希尔还在好奇怀表的照片时，突然一声爆炸响起，整个会议室都在震动。啊，外面的声音，那位大小姐又弄出什么东西了？怎么了？希尔刚从会议室跑出来，看到的是赤谷光子挥舞长刀，正在与一头体型庞大的变异体激战着。如同毒蛇不断游走的炼式浮游炮，吞吐着恐怖的魔法光辉，冰火雷电来回肆虐，逼得赤谷光子不断闪躲。哇，会用魔法的变异体！你们赤谷家究竟研究出什么东西了？傻站着干嘛？还不快过来帮忙！这东西很强，跟之前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或许是察觉到新的敌人，变异体发动了更多的浮游炮，吞吐火光朝着希尔横扫过来。哎，
你从哪儿挖出来的？别大意，这些炼石浮游炮跟那只变异体是一体的，速度很快，而且这只变异体可以使用4种不同属性的魔法，比之前的变异体危险很多。那怎么办？我的火焰魔法，它能够使用水属性抵消掉，很难造成杀伤。你来吸引他的注意，我来给他致命一击。好。在危急时刻，希尔给予了这位赤骨大小姐绝对的信任，毫无保留地冲在前方，而迎接她的是4枚炼石浮游炮，强烈的魔法光辉充能至临界点，紧随着璀璨夺目的魔法光柱喷涌而出，2枚能源水晶在希尔手中捏碎，同样强大的魔法能源在刹那间爆发。混合魔法炎风壁，我挡不了多久，你快点儿！不要你废话。在炎风壁阻挡魔法光柱的瞬间，赤骨光子飞跃而起，手上的魔法长刀点燃火光。夜火武士，琉璃炎刃。交错纵横的恐怖刀光斩断了那些毒蛇般的炼石浮游炮，高温灼烧下，连同金属一同焚化熔毁。哼，先断了你这些畜生，接下来就给我彻底躺下吧！夜火一式，等等！火焰焚烧下，遮掩在变异体身上的长袍破碎，而在见到长袍底下的容貌后，准备给变异体最后一击的赤骨光子却瞪大了眼睛，僵在原地。你是？赤骨光子停下了攻击，但他面前的变异体却没有停止的意思。那是一名披着蓝色头发的少女，眼中充斥着猩红的血光。她张大嘴巴，凝聚着紫色的火光，遵从着本能，要消灭面前的入侵者。而面对这一切，赤骨光子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反应。危险，躲开！恐怖的光芒爆开，希尔拦腰抱着赤骨光子跌向一边，躲过了光束。身后的裴阳敏被炸碎了大片。喂，你搞什么？差点你就死了，你知不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是亚子。哼，就知道没这么简单。试试我这一招。在瓦格兰工业地区地下研究所，名为亚子的女孩正张开嘴凝聚激光，强烈的魔法气息在她身上萦绕着。不要！就在希尔掏出几枚能源水晶，准备施展混合魔法，将这具奇怪的变异体一举斩杀时，赤骨光子却紧紧地抓住了希尔的手臂。他脸色惊慌，眼眶中含着泪水，不断地恳求着：“你这是干什么？不要伤害亚子！”亚子，是怀表上面的合照，那个女孩。就在这时，亚子口中喷射剧烈的光束。那是火焰与电磁交织的恐怖力量，希尔惊险地拦腰抱着光子避过。好快的速度，还不能反击。那东西是？一击不成的变异体亚子忽然停在原地，眼中猩红的光芒被黑色覆盖，同时眉心浮现出一枚奇异的水晶石。混沌能源水晶。这种属性不是被禁止了吗？竟然还能在这里见到！
这东西太危险了，如果任由它乱来，只好赌一把了。察觉到情况不对，希尔掏出2枚能源水晶，那是光与风属性。不要伤害他！你这个疯女人，这样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相信我。挣脱赤骨光子的纠缠，希尔将手上的能源水晶融入魔法长刀之中。与此同时，变异体亚子身上的混沌能源水晶也被激发了，更加炫目耀眼的光辉冲天而起，化作巨大的光柱，朝着希尔涌了过来。混合魔法，净灵剑！一道蓝色剑光急射而出，破开了混沌能源光柱，直指空中的变异体亚子。但就在即将击中的瞬间，剑光停在了亚子的眉心之前，仿佛撞上了一层无形的屏障。下一刻，混沌水晶破碎，失去支撑的变异体亚子从空中跌落。近乎失去理智的赤骨光子尖叫着跑了过去，刚刚落地的希尔则是竭力地平复着自己身上躁动的魔法元素。亚子，你怎么样了？光子，真的是你吗？光子，是我，亚子，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光子，真的是你，太好了。那这个送你，拜托家里的工匠做的。光子，谢谢，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哦，我也没送过别人礼物，毕竟我只有你一个朋友。曾经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友谊会一直长存，直到……你说什么？亚子，这个不好笑。赤骨光子，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再见。不会再见。永别了。亚子，你究竟怎么了，亚子？为什么？当时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这里，应该也大概有所了解了吧？楼兰株式会社在赤骨家的默许下，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人体实验，这在当时被称之为人造天赋者计划。啊，人造天赋者计划？他们试图解决天赋者血统传承日渐稀薄的问题，而我是试验品之一。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一定会阻止他们的。只要我开口，赤骨家绝对不会。不管我接不接受作为实验品的命运，他们都会让我从你身边消失。作为赤骨家继承人的人，不能有弱点，而你的弱点就是我呀。实验进行了几年时间，但他们所幻想的拥有多重魔法能力的天赋者并没有诞生。实验制造的产物最后都变成了被抹杀了人性的变异体，在体内相互排斥的魔法元素折磨下痛苦死去。极少生存下来的，也就是没有意志的行走魔法战争机器而已。这就是人造天赋者的结局。
一定有补救的办法。让我想想。对了，只要把你体内的能源水晶分离，没用的。我体内的血液已经全部转换成液态魔法能源，现在的我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只要破坏掉那个魔法循环维生装置，就能杀死我。我体内的魔法能源也会枯竭。不会的，不会的。光子，毁掉维生装置，让我以人的身份解脱吧。没时间了，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了。面对挚友的请求，赤骨光子挣扎着，最后还是缓缓站了起来，颤抖着拔出长刀，将刀锋对准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没有成为朋友，你就不会这样。是我的错。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光子，和你在一起这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光子，再见了，我们永远永远都是朋友。瓦格兰工业区地下研究所，地面满是破碎的机械残骸，长门亚子躺在地上，逐渐冰冷。刚刚我在里面找到了这个，给你。希尔拿着从会议室里找出来的怀表，赤骨光子盯着上面两人合影的照片，眼中流淌着悲伤。小贼，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傍晚，工业园区内，希尔手握着一枚火焰能源水晶，正在地面绘制着一个巨大的魔法阵。长门亚子的尸体被放置在上面。这样做真的好吗？不用你管。赤骨光子单手向上举起，掌中魔法能量飞速汇聚，迅速转化为炽热的火焰，点燃了地上的巨大魔法阵。这样的地方不应该继续存在于世上，毁灭吧！被点燃的魔法阵涌出滔天烈焰，很快蔓延了整个工业区，将这个赤骨家的工业重地化作了一片火海。而在希尔与赤骨光子看不见的地方，隐藏的监控摄像头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传输到了某个阴暗的监控室内。可惜了，这些玩具差不多就能完成。不过，倒是发现了一个难得的素材呢。您做的面很好吃。大人，全城戒备，也没有找到那个男孩的踪影。另外，瓦格兰工业区园区遭受袭击，目前组里已经派出人手调查袭击事件。属下办事不力，请您处罚。找不到就算了，迟早能把他揪出来。至于工业区那边，也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组长大人，刚刚收到消息，大小姐失踪了。你说什么？这就是你说的罗兰株式会社？没错，虽然是在赤蛇之国境内，名义上属于我们赤骨家管辖，但瓦格兰工业区真正的管理者其实是罗兰株式会社，他们拥有着目前最尖端魔法科技。你还在磨磨蹭蹭干嘛？快过来啊！我们来刺探情报，但为什么要让我穿成这个样子啊？罗兰株式会社门前，希尔换上了一身女仆装，抓狂地盯着赤骨光子。
罗兰株式会社本来就戒备森严，再加上昨晚工业区被袭击，现在肯定是更加严厉。你要是用原来的面目进去，最多3秒钟。那还不是你放火烧了工业区？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仆，别废话，跟上。你给我记住！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刻报告，不能有半点纰漏。哎，这不是赤谷家的大小姐吗？我是会社的安保经理日向，不知道大小姐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大小姐恕罪。正在训话的日向看到赤谷光子现身，先是一惊，随后慌忙地迎上来，姿态恭敬。听说昨天瓦格兰工业区被袭击了，家里担忧你们这里有出问题，所以安排我过来视察一下。大小姐请放心，我们已经全方位无死角，加强安保，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不过，这位是……糟了，不会被发现了吧？这是我新招的女仆，西西子，出门带上她来见见世面。有什么奇怪的吗？西西子，什么鬼名字啊？哦，既然是大小姐的仆人，那就没问题了。两位请便。走吧。哼，你们赤谷家对我们罗兰株式会社还真是重视呀！一天之内就派了2个人来视察工作。目送着两人走进大楼内，先前还毕恭毕敬的日向表情变得阴沉起来，而在他的身旁，另一道身影缓缓走出，漠然地盯着远处的希尔与赤谷光子。他是赤谷祥太之父，赤谷一人。啊，我说，这么大的数据库怎么找啊？你至少手上有地图什么的呀。别废话，再抱怨就把你丢出去，抓紧时间。凭借赤谷光子的身份，轻易潜入罗兰大楼的数据库内。赤谷光子与希尔两人正在四处搜寻，但罗兰株式会社的数据库无比庞大，放眼望去全是整齐摆放的服务器。你去那边，我在这边，我们同时往中间找。如果人造天赋者计划真的存在，资料一定在这里有备份。听你的，听你的。哎呀，不过我对找东西这种事情是真的不擅长啊。这些服务器可全都是加密的，一个一个破解很耗时间。希尔一边说着，一边慵懒地靠在墙上，没去想却触发了隐藏的暗门，直接摔了进去。喂，光子，你快过来！怎么了？你看，我发现了什么？这里竟然会有暗示。或许外面的数据库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这里才是罗兰隐藏秘密的所在。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不对，你看这里，什么东西？这个图案看起来跟你们赤谷家的族徽一样啊。等等，这个凹槽怎么了？没有回应希尔的询问，赤谷光子默默地取出一件纹饰，图案与赤谷家的徽记一模一样，甚至跟墙上的凹陷完全一致。饰纹放入的同时，地板裂开，露出了一个幽深的洞口。现在看来，罗兰株式会社与我们赤谷家或许比想象中更加紧密。地下空间远比两人想象的还要庞大，并且摆放着许多仪器与资料，随处可见人体分析的图样。看来我们没找错地方。天赋者血液，魔法潜能的实验体，
液态魔法循环变异体。光子，你看看这个，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正在赤谷光子翻阅资料的时候，希尔忽然匆匆走了过来，手上握着一瓶血液试剂，上面赫然写着赤谷光子的名字。这怎么会是我的名字？不仅这个，那边还有很多呢，上面都贴着你们赤谷家的名字。一个冷冻玻璃柜放满了装填血液的试管。看到这一幕，在联想先前看过的资料，赤谷光子感到莫名的恐惧笼罩在自己的身上。根据刚才的资料，人造天赋者实验确实需要原生天赋者的血液，但这不可能。为什么？你不明白，对于我们4大家族而言，天赋者的血统基因是禁忌，不要说血液，就连指甲、头发都不可能轻易外泄，这关乎整个家族的命运。作为族长的爷爷，也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不对，我唯一一次这么大量流血，只有3年前，赤谷家的成年祭。觉醒成为天赋者的子嗣，需要在成年日那天，把自己的血注入蛇骨祭坛中，寓意永世镇压腾蛇8王。难道？如果说之前我还只是推测，那么根据你的说法，所谓的罗兰株式会社只是你们赤谷家的傀儡。这里保存的绝大部分都是你们赤谷家人的血液，谁又能在赤蛇之国，在赤谷家的注视下窃取赤谷家的血脉？除了你们那位族长大人，再无其他可能。爷爷，他不可能。阴沉昏暗的监控室内，悄然记录着地下暗室中曾发生的一切。赤谷光子和希尔正在翻阅着这里遗留的资料。在民间搜寻有可能觉醒为天赋者的平民，将相同血型的原生天赋者血液注入体内，能度过排斥反应期的实验体将会成为改造的容器。之后再向容器内部注入高能量的混合液态魔法，安装能量维持装置，嵌入操控意志的混沌能源水晶。上万次实验记录，绝大部分容器不是爆体而亡，就是失去理智成为行尸走肉的变异体，只有极少数能够走到实验的最后一步，成为可控的人造天赋者。亚子，这就是你这几年一直经受的折磨吗？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那是什么声音？正在两人查询资料的时候，大厅里忽然涌入了大量的机械体，透明的玻璃罐体中存放着一团不明的物质。太慢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找到这里，让我有点失望了。脸色阴郁的神秘男子从机械体中走了出来，他盯着希尔与赤谷光子两人，露出了阴冷的笑容。你是谁？我是谁？刚刚不是嚷嚷着让我付出代价吗？哦，对了，长门亚子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是你把亚子改造成变异体的？罗兰株式会社的地下暗室内，机械体遍布整个大厅。赤谷光子盯着面前的神秘人，眼中的愤怒几乎化作实质般的火焰。哦不是变异体。严格来说，他已经是我们计划中的人造天赋者雏形了，虽然仍旧是失败品。不允许你侮辱我的朋友
野狐二世！愤怒化为烈焰，随着长刀轰然斩出，掀起剧烈的爆炸。一刀斩过，腾起的烟尘中，神秘人却是毫发无损。大批脑型机械体撑起魔法屏障，将他拱卫在中央。不错的实力，但可惜呀，想杀我还差得远呢。这可是以天赋者计划制造的副产物，通过人的大脑作为载体，与魔法能量相结合的新兵器。虽然威力比不上长门雅子那个失败品，但胜在数量没有上限。选择在这里跟我战斗，你们没有任何胜算。他说的对，这个数量我们根本没有胜算。闭嘴！哼，敢对我动手，只要我在这里出事，赤骨家的强者马上就会将这里夷为平地，你绝对逃不了。赤骨家？你以为这些实验为何能在蛇骨之国明目进行？承认吧，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里的一切都是你们赤骨家受益的。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的事情自然会有赤骨家的人来处理。我的目标是他。神秘人阴冷的目光盯着希尔，他露出了病态的神情，仿佛是发现了某种稀世珍宝。啊？怎么是我？当然是你。作为普通人，却能如此娴熟地运用魔法师，真是成为人造天赋者的好材料呢。哦，原来是把我当成实验材料了。哼，那么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二重魔法，毁灭爆破气流，四眼变态，给我死！4颗能源水晶被希尔抓在手上，碰撞后爆发出的狂暴激流横扫整座暗室，大量脑型机械体被其摧毁。喂，你干什么？如果真是他说的那样，赤骨家的强者很快就会赶到，赶紧走。很不错的能力，这样就想走，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等等，干嘛？外面肯定被包围了，我们往上走。上面？啊！这些机械螃蟹速度也太快了吧！在希尔还犹豫的时候，脑型机械体已经追上来了。应该是昨天，在破坏工厂之后，我们就被盯上了。他是故意放我们进到这里来的。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甩开那些东西再说。话没说完，身后的脑型机器人忽然射出激光，悍然摧毁了他们脚下的楼梯。失去支撑的两人直直向下坠落。抓紧了！在即将掉下的瞬间，希尔一手抓住了断毁的楼梯，另一只手则抓住了赤骨公子。你没事吧？没事。魔技，飞升莫丘力。赤骨光子激发魔法，展开散发着魔法粒子的翅膀，反而拉着希尔向上飞速逃窜。啊！好快呀！等等，你的魔法装备过载了。没关系，坚持一下，就快到了。发现目标，发现目标，执行拦截任务，消灭生命体。糟了！就在两人即将脱离脑型机械体追杀的时候，上方的空间忽然出现一大群无人机，锁定了两人，气势汹汹的就扑了下来。喂，你干什么？别乱动啊！
就在这时，希尔反手将光子抱在怀里，2名能源水晶在手中炸开。放开我！你到底要干什么？来不及解释了，2重魔法，琉璃风息。混合魔法爆发的强风让2人化作一道极光，直接冲破了无人机的拦截。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天台的刹那，一只恐怖的拳头打碎了墙壁。哎呦，好痛好痛！被一拳打落的2人摔到残破的墙体内，一头巨大的人形变异体碾碎挡在面前的残墙，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出现在2人的面前。这里也有变异体，我早该想到的。我就知道你们会往上面逃，所以把重头戏都安排在了这里。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小宝贝儿，他在这里既孤独又无趣，只能跟一些小动物玩。现在倒好，总算来了你们2个可爱的小玩伴。希尔和赤骨光子这才发现，四周放置着许多透明的实验舱，里面满是大型猛兽的尸体。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把你们撕成碎片了。罗兰株式会社大楼在巨大的吼叫声中震颤着，仿佛地震般，让整座大楼都在剧烈的抖动。在巨大变异体的咆哮之下，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层层碎裂，希尔跟赤骨光子都被这股恐怖的气息震慑得脸色发白。好强的魔法气息，这个变异体怎么可能？别发呆了，快让开！发狂状态的人形变异体手上点燃炽烈的火焰，全身肌肉爆炸般的隆起，咆哮着一拳朝希尔2人砸了过来。恐怖的火焰巨拳轰击下，地面顷刻间炸开，巨大的气浪席卷全场。幸好希尔已经带着赤骨光子腾空避开。这火元素魔法的威力，竟跟我的天赋能力相差无几。集中精神，要来了！希尔身在空中，挥刀砍飞燃烧着的火焰碎石，而在他们下方，那头人形变异体浑身缠绕着灼热的火焰，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有冰霜在凝聚。不只是单系魔法，是冰火双重！咆哮声掀起恐怖的气浪，将2人震飞到空中。下一刻，冰火交加的魔法光柱腾空而起，朝着他们2人急射而来。长刀与魔法双刃一左一右，各自挡住一道光柱，但汹涌而来的魔法能量抵着2人直接撞破了顶楼的天花板，坚固的墙壁如同纸糊一般被撕开，2人狠狠地被甩飞出去，砸在天台上。剧烈的爆炸掀飞了株式会社大楼的顶楼，灼热的碎石如同雨点般砸落下来。好高的温度，并且还能判断我们2人的属性，做出应变。这种思维能力可不是普通的傀儡能够做到的。那现在怎么办？2人还未商议出应对之策，又是一阵剧烈的震动，人形变异体已经追上来了。那位神秘的研究员坐在变异体肩膀上，盯着2人，露出冰冷的笑意。2号可是我们人造天赋者计划最接近成型的实验体，和那些如同行尸走肉的废物失败品可是完全2个物种。你这个混蛋，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废物，失败品，这些字眼让赤骨光子想起了惨死在怀中的挚友，
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点燃魔法火焰，怒吼着朝着变异体就冲了过去。危险，别去！野火武士，飞檐断空斩，去死吧！赤骨光子双刀合一，在半空中凝聚成巨型火焰刀。这一刀带着满腔怒火，凌空斩下。罗兰株式会社的大楼再一次剧烈震动，大片碎石剥落，从天台滚下，滚滚烟尘遮蔽了视线，到处都是火焰燃烧的余烬。而等到烟尘散尽之后，两人看到的却是完好无损的变异体。巨大的手掌握住了燃烧火焰的长刀，赤红双目涌动着暴虐的气息，盯着面前渺小的人影。竟然这么轻易接下了，不但看穿了我的动作，连攻击都无法破开他的防御。不用想了，2号的魔法抗性远超常人，并且剥夺了痛觉那种无用的东西。这具身体的强度，无论是力量还是耐性，都超越了你们想象的极限。另外，他身上的魔法能力可不止这一点哦。变异体口中凝聚电光，紧随着化作巨大的光柱喷涌而出，赤骨光子松开长刀，慌忙躲避，但还是被余波震飞了10余米。但这还未结束，随着魔法能源的汇聚，电元素的魔法球托举在变异体手上，准备彻底终结面前的人类。哎，2号等等，别杀他们！研究员的话还没说完，进入狂暴状态的变异体根本不为所动，手中的魔法光球径直朝着赤骨光子丢过去。接连失手，还未回过神来的赤骨光子呆呆地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这一幕。我要死了吗？混合魔法，极光冰凌。冰凌汇成的盾牌挡住了致命的一击。希尔飞跃而来，挡在赤骨光子身前，将恐怖的魔法球击飞，让他飞上高空，在抵达临界点之际，炸成了一团璀璨的烟花。差点就没挡住。你没事吧？这威力也太可怕了，太乱来了，你差点死了，知道吗？抱歉，但是想到亚子，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算了，下次不要一个人乱来啊！你的命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救下来的，好好保护好自己吧。至于那个大块头，具备多种魔法能力，抗性力量也高得离谱，你不是他的对手，接下来的战斗就交给我来处理。你罗兰株式会社天台，还未恢复过来的赤骨光子被希尔护在身后，而对面那位神秘的研究员似乎也没有出手的意思，冰冷地等待着战斗的结果。希尔手指卡着3颗冰属性能源水晶，高举手上的魔法长刀，似乎是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战意，那头人形变异体也忍不住了，爆起一声怒啸，腾空飞扑过来。来得正好，3重魔法，冰星爆！3枚能源水晶被捏碎，暴力的冰元素魔法如洪流般涌出，汇聚在长刀之上。希尔挥刀急斩，强大的魔法能源在这一刻被激发，无形的冰霜倾覆而下，将变异体彻底冻结，化作一团巨大的冰雕。这种混合魔法竟然能影响到2号，很好，冻住了。接下来
就在希尔执行着控制后再击杀的战术时，巨型冰雕表面浮现出众多裂痕，紧接着突然哐的一声，整个冰雕彻底粉碎。变异狂暴的气息再度涌动，这点冰霜根本困不住他。竟然挣脱了！好玩，再来！变异体的嘴巴冒着寒气，仿佛是发现了某种新奇的玩具。面对这个要求，希尔接连捏碎几枚能源水晶，发出一道道魔法攻击。但这个变异体仿佛享受起来这种感觉，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承受着魔法能源的肆虐。2号，你在干什么？刚才也是，差点就杀了大小姐，我怎么跟赤国家交代？我们的目标是那个男孩，明白吗？抓住他！果然智力还是不够，变异体终究是变异体，我需要更完美的标本。愣着干什么？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暴怒之下的咆哮，却让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巨大的手掌在自己的视线中迅速放大。这是……变异体反手一巴掌，直接把这位操控他的神秘研究员拍飞，如同拍苍蝇一样，将他打在远处的水泥墙面，砸出巨大的裂纹。死，统统都去死！哼，这就是所谓的人造天赋者计划，自食其果了。死！上一刻还在远处的变异体，眨眼间已经出现在希尔面前，恐怖的巨大拳头撕裂空气。希尔横刀在前，但仍旧被这一拳重击，狠狠击飞。但这还没有结束，变异体踩碎地面，如同炮弹一样飞起，出现在希尔上空，双手化作重锤，将腾空无处借力的希尔再次砸落。狂暴状态的变异体从空中坠下，地面层层裂开，烟尘卷起。那是希尔落地的位置。赤骨光子看到有残骸破碎飞起，那是希尔的刀。希尔！在赤骨光子惊恐的目光注视下，变异体将希尔提起来，紧随着又是一记重拳，将他打得陷入墙壁中。石墙凹陷了一块，希尔浑身浴血，气若游丝。拥有多种天赋能力，对魔法攻击免疫，力量巨大，速度敏捷，这种杀人武器难以想象，竟然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看着不断逼近的变异体，希尔把手伸进空间腰包，却摸到了另一件东西。这是老妈给的龙骨项链。拿着这个，希尔，保管好它，带着它离开这里，去找寻你的真正身世。记住，除非生死攸关，否则绝对不可以在外人面前使用那股力量。老妈，你说的生死攸关，现在应该就是了吧？希尔！变异体一步步踏碎地面而来，恐怖的拳头如山岳般砸下。老妈，抱歉了，我也想遵守约定，但是……希尔所在的位置，恐怖的力道肆虐下，掀起漫天飞尘，
但在烟尘中，一只手掌缓缓抬起，抵在了与自身体积相差数十倍的拳头上，如同山岳，纹丝不动。浑身萦绕着黑色烈焰的希尔从废墟中站了起来，恐怖的魔法气息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那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可怕力量。竟然让我破坏了与老妈的约定，你该死！希尔，他这是……罗兰珠是会射天台，浑身萦绕黑色气息的希尔，单手挡住了变异体的恐怖拳头。这一幕让远处的赤骨光子难以置信。他是天赋者，只能用来杀戮毫无理智可言的机器，让你活下去，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之人惨死在你手上。那么，就让我将你埋葬于此。希尔单手发力，以难以想象的力道，竟然将变异体推开了一步。在力量的碰撞下，2号变异体竟然输了。不可能！我要杀了你！给我死！变异体仅剩不多的神智，在希尔的刺激下被熊熊怒火燃烧殆尽。发狂之下根本顾不上其他，双手握拳爆发全力，他要将这个孱弱的人类碾成肉酱。砰然一声巨响，扑过来的变异体在希尔面前直接飞了出去，轻描淡写的一脚，让整个天台都猛然往下沉。坚固的混凝土在这一刻变得比纸张还要脆弱。这是还给你的。希尔跃起凌空勾拳，复制了变异体刚才的动作，将它横空打得吐血。飞出去后又击穿了墙面，将残破不堪的天台地面肆虐得更加零碎。在此终结！一步踏碎地面与空气，化身极光的希尔一拳打在变异体的腹部，大片血肉炸开。结束了。就在希尔试图最后一拳击杀这头变异体的时候，突然间，一支火焰箭矢横空射来，刺入变异体的胸膛之上。下一刻，变异体全身燃起绯色的火焰，将其吞没、吞噬。他在火焰里痛苦地挣扎着。什么人？变异体从希尔手中被人抢先击杀，紧随着是一阵脚步声。赤骨家到了。爷爷，你怎么来了？赤骨家的族长。你就是之前闯入赤骨大宅的人。带着众多战斗女仆，脸色凛然地盯着希尔。赤骨族长并没有理会赤骨光子，而是打量着面前的少年。天生异瞳，燃烧的黑岩。在赤骨族长的审视下，希尔毫不畏惧地迎接着他的目光，身上萦绕的黑岩在风中燃烧着。爷爷，这事跟他无关，是我拉着他跟我一起调查变异体的。把大小姐带下去。是，主人。爷爷，大小姐，走吧。现在的事情已经无关什么实验和变异体了，你乖乖回去。至于他，今天无论如何都必须死在这里。在赤骨光子震惊的目光下，赤骨蛇丸走向希尔，抬起的手中凝聚起了火焰魔法，
刹那间膨胀成一个巨大的火球，激荡不止的魔法能量让整栋大楼都在颤抖。这能量比变异体更强。不，爷爷，他不是坏人，他救了我。大小姐，闭嘴！既然不想走，那就好好看着，老夫亲手杀掉这个人。火球以无比恐怖的姿态疯狂膨胀，化作一颗巨大的太阳，降临凡尘。感受着炽烈的灼热，希尔脸色凝重。这是他有史以来所遭遇最强的攻击，也是最危险的一刻。这种威力跟速度，我的混合魔法挡不住。就算是现在这种状态，也……检测：超阶魔法攻击，能量值50万，死亡率100%。开启守护模式。太阳在罗兰株式会社的大楼天台站，无量的光与热交织着，吞噬着整个世界。赤骨族长漠然地注视着面前的这一幕，哪怕有所愧疚，他也绝不后悔。希尔，天台的地面在剧烈的爆炸中溶出一个巨大的坑，地板和碎石被高温灼烧得如同熔岩般。但在滚滚烟尘中，尸骨家的众人却看到了一道身影。希尔！突如其来的狂风吹散烟尘，蓝色光照屹立在爆炸的中央原点，而希尔毫发无损地屹立其中。看着面前的蓝色光幕，连希尔自己都感觉有些茫然。他什么都没做，这片光幕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希尔，接着！趁着众人还沉浸在震惊中，赤骨光子突然挣开战斗女仆的束缚，甩出一个带有赤蛇家徽的卡片，朝着希尔掷过去。用这个开启飞艇，快走！光子，我还会回来的。谁允许你离开了？既然还活着，那就让我再杀你一次。希尔手握钥匙，他还没来得及登上飞艇，炽热的焰光划破长空扑面而来。暗霄，竟然！快走！这一击却停在了空中。赤骨光子飞扑过去，一把抱住赤骨族长的手臂，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去路。光子，你！赤骨族长盯着挡在自己面前的身影，逼不得已停下了魔法，脸色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孙女。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光子，谢谢你！冲破战斗女仆的拦截，希尔登上了飞艇，扭头看着远处的赤骨光子。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快滚！离开赤蛇国！你这个白痴！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腾空而起的飞艇跃入云端，再无人能追赶。父亲大人，这样放走他，真的好吗？这就是你的后人吗，林？深夜，赤蛇之国境外森林，数架赤蛇战机呼啸着划破夜空，死死咬住前方的目标。目标处于正前方，1点钟方向，仰角35度。立即开火摧毁目标，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收到指令的赤蛇战机毫不犹豫地开火，魔法能源催动下的元素火炮在夜空中射出绚烂的弹链，朝着前方逃窜的飞艇扫过去。警报！警报！本舰已被锁定，本舰已被锁定。我这是在哪儿？飞行器被锁定什么意思？正在计算逃生方案。
苏醒过来的希尔听到一道陌生的声音，睁开眼看到的是一道漂浮在身前的背影。哎，等等，你是谁啊？警报！左旋动力舱受到攻击。警报！能源即将耗尽。确认逃生方案，立即执行。哎，这是干什么？飞艇冒着黑烟坠落在了沙滩上，碧蓝的海水不停地涌上岸边，轻轻拍打着希尔的脸庞。螃蟹悠然地路过，然后好痛好痛啊！浑身缠满绷带，刚睁开眼睛的希尔被路过的螃蟹一钳子夹住耳朵，痛得他直接跳起来。这又是哪里啊？看着面前辽阔无边的大海，碧蓝的天空，希尔又陷入了茫然。都坏成这样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动。沙滩上，坠落的飞艇静静地趴着，希尔爬上去打开能源装置。滚滚浓烟中，他看到飞船搭载的能源水晶已经变成无色的枯竭状态。都枯竭了呀！我身上也没有备用的能源水晶了，看样子是没办法修好。不过，我怎么会掉到这种地方来？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啊？不过这里似乎并不是什么荒郊野岭。先过去那边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些有用的材料。海岸线上的林地并非原始地貌，而是胡乱堆积的一片集装箱。在他视线未触及之处，一道身影藏在暗处，正偷偷地窥视着。我应该没有离开赤蛇之国太远。海岸，遗弃的集装箱，这地方我似乎听说过，是一个专门处理废弃魔法机械残骸的垃圾场。不会就是这里吧？遗弃的集装箱无序堆放，汇成了一片犹如迷宫的废墟。希尔进入其中，四处寻找着可能存在的物资，但翻找了几个箱子，都是空荡荡，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看上去并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不会真的是垃圾场吧？本来只是想去雀灵之国完成与老妈的约定，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这么危险啊！现在刀也碎了。残破的长刀放在面前，希尔苦恼地盯着半截残刀，思索着自己之前的遭遇，但很快他就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绷带。到底是谁给我包扎的伤口？我昏迷之前那个女孩，那是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真的，她究竟是……救命啊！走开！你们想干什么？就在希尔努力回忆昏迷之前的事情时，远处一道惊呼声打断了他的思索。这里还有其他人？难道是赤骨家的追兵？海滩上，在飞行器残骸边，3只风状的机械体正围住一个小女孩，露出冰冷的武器。非法回收魔法残骸，根据条例立即拘捕。你们不要过来！惊慌失措的小女孩慌乱之下拿起石头丢了过去，却被机械体灵敏地闪过。拒捕，且试图攻击执法设备，根据条例摧毁目标。冰冷的声音警告下，机械体尾部的炮口凝聚能量，锁定了那名小女孩。希尔迅速冲过来，抱起小女孩，躲开了机械体的攻击。能量炮在沙滩上掀起漫天沙尘，也让希尔看清楚了这些机械体的模样。魔法机械体，你们究竟是属于谁管辖的？竟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再次发现不明人员，判断为阻拦执法设备。你们这是在杀人！魔法致谢不允许攻击人类，是谁给你们这种权限的？躲过了最初的攻击之后，风行机械体并没有停止攻击，反而是继续充能，锁定了希尔两人。接连3道魔法能量汇聚成光束，肆无忌惮地扫过沙滩。巨大的冲击波掀起漫天沙尘，希尔抱着小女孩腾空跃起，才躲开攻击。你们怎么敢？连续被目标躲过，3架风行机械体仍旧执行着摧毁指令，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希尔。再三避让的希尔取出了断裂的残剑，紧握在手中，黑色的火焰悄然腾起。该死！无论你们是魔法致谢，还是其他什么，黑炎腾空，化作恐怖的杀伐之刃。都给我滚下来！暗消，一灭！3架风行机械体被拦腰斩断，击落坠地，但未完全损毁的残骸仍旧在忠实地执行着命令。发现未记名天赋者。这些该死的东西，你没事吧？小女孩看着希尔身上的黑色火焰，被吓得往后一退，恰巧绊到了地上的石块，狠狠地摔在地上，兜帽滑落，露出了一双不同于人类的狐狸耳朵。你是兽人？兽人小女孩没有回话，反而是一脸戒备地看着希尔。你没事吧？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希尔说着，伸手想要确认这个小女孩的状况，却没想到一伸手就被她一口咬住。疼！趁着这个机会，兽人小女孩连忙逃跑。只是她刚跑没2步，一只手提着她的衣领，整个人都被拎起来了。咬了人还想跑啊？放开我！放开我！别乱动啊！虽然你们兽人体质好，但要是伤口感染的话，就麻烦了。树荫下，希尔把兽人小女孩抱在怀里，清理着膝盖上的伤口污渍。还好伤口不是很深，要消毒喽，会有点疼。很疼吗？没事的，很快就好了。搞定了，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兽人小女孩嘟着嘴巴，没理希尔，反而是趁着她没注意的时候，抱着从飞船上拆下来的能源水晶，拔腿就跑。其实你把它带走也没用的，那里面的能源已经耗尽了，剩下一个壳子而已。别，我才不信你呢！真是的，算了。目送着小女孩跑向集装箱废墟，希尔也懒得追。魔法风行致谢，还有这兽人小女孩废墟。现在情况不明，还是先搞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再说。等等，我刚才为什么不问他呀？这些集装箱看起来很长时间没人维护了，究竟是谁把它们丢到这里，又会用魔法致谢助手？希尔还在四处观察，突然间一道利剑破空而至，从希尔面前飞过，刺入身旁的集装箱上。紧接着是更多的箭矢如雨点般洒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希尔挥舞断剑，把袭来的箭矢尽数拦截打落。是谁在暗中偷袭？给我出来！这里竟然也有埋伏，难道赤骨家的人？回应希尔的是更多的利剑，密密麻麻的箭矢接连不断，几乎要把他扎成刺猬。这些倒不像是赤骨家的武器，
先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借着密集堆放的集装箱，希尔躲进暗处，避开这些剑士的攻击角度。竟然打偏了！哼！不是说人类都很迟钝吗？这也能躲过去啊？任心大哥，那个人类要跑了。我已经锁定他的味道了，跑不了，追上去。是。藏在集装箱夹缝中的希尔冷静地观察着四周，也不着急反击，静静地等待着这些神秘敌人的出现。木质弓箭和长矛，如果是赤骨家的追兵，绝对不是这种落后的武器。看到了，是兽人。任心大哥，找到了吗？气味停留在这附近，分散搜查，绝不能让任何知道我们部落据点的人类活着离开。不过对方可能是天赋者，保持警惕。刚才袭击我的人，就是你们几个。在几名兽人商议战术的时候，希尔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他们身后，脸色阴沉地盯着这些兽人小鬼。啊！是那个人类！什么时候？别怕，有我在，都站到我后面来。说吧，袭击我究竟是什么目的？我跟你们无冤无仇，是谁指使你们的？谁跟你们人类无冤无仇？就是人类把我们驱赶到这里，把我们当成奴隶驱使，还给我们戴上这种屈辱的项圈。现在你还敢说跟我们无冤无仇？驱赶？奴隶？是谁做的？我从来没听说过兽人被这样对待。你先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么多年来受尽你们人类的迫害，即便我们躲到这种地方，你们还是不肯罢休吗？那就来吧，大家一起赌上兽人的荣耀，死战到底！哇！既然这样，就先把你们打趴下再说话了。住手！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之前被希尔救下的兽人小女孩，此时从角落里跑出来，挡在希尔面前。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上去做什么？快让开！他可是人类。你杀！你要维护一个丑恶的人类吗？并且不惜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吗？不是这样的，任心哥哥，狼牙，这个人类不是坏人，早上就是他救了我。早上我发现有艘坠落的飞船，就是这个人类的。我在飞船里找到了能量水晶的残骸，但是却被巡逻的机械风发现了，就是他在机械风的手中救了我，所以他不是坏人，我们不应该伤害他。原来你会说话呀！哼，族长不让我和你们人类说话。米莎，你太傻了！人类都是阴险狡猾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走我们的性命。难道你忘了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了吗？我……看来他把你迷惑了。无论他做了什么，人类都该死。不！看来还是要动手啊！到我后面去。见到任心将剑矢搭在弓弦上，希尔脸色凝重地把米莎挡在自己身后，魔法长刀上已经点燃黑色火焰。住手！族长！族长！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准备一决生死之际，一道声音从众人身后传来。族长！希尔转身看去，见到的是一名身材高挑、美貌异常的女兽人。为了一个人类连米莎都攻击，任心，我对你很失望。族长，我……抱歉，这位人类少年，我的族人给你添麻烦了，且随我来吧。这个人……夜晚，明月高悬，密密麻麻的集装箱堆砌而成的兽人部落点燃了篝火，众多兽人汇聚在这里。
没想到兽人部落竟然隐藏在这种魔法废墟里，并且这里的兽人对人类的敌意还是很大呀。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我是微风部落的族长米兰达·陆亏，谢谢你早上救了米莎。小事小事，你叫我希尔就好了。但米兰达族长，你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种地方？这是我们微风部落的国酒，试试吧。谢谢。恕我直言，少年，你对现在古利姆多大陆的情况应该不是很了解吧？算是吧。毕竟我从小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长大。终末之战，兽人作为盟军中重要的战斗力之一，与人类一起击败了灭世魔龙和他的魔兽大军。大战结束后，人类4大家族建立了魔法部，开创了象征着一个全新文明的魔法时代。而这却成了我们兽人噩梦的开端。战后，人们开始排斥、迫害我们兽人一族，甚至把我们当成奴隶来对待。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货物，随便驱使的劳动力。后来，为了更好地控制兽人一族，他们竟然给我们戴上了象征着耻辱的魔法项圈。这也是兽人作为奴隶的标志。一旦我们逃跑或者违抗命令，项圈就会杀死我们。这就是人类对我们犯下的无可饶恕的罪孽。不可能吧？我们人类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都是大陆上的生灵。事实就是如此。这里，废弃的集中箱和魔法废料屏蔽掉了魔法部对项圈的控制信号，所以我们才像老鼠一样躲在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废墟之中。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任心他们一见面就想要杀死你了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难道人类和兽人之间的仇恨真的没办法化解了吗？化解？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应该去问那些在人类暴政下死去的兽人们。不过，你很特别，你是第一个敢喝下兽人食物的人类。难道这里面……放心吧，下毒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兽人不会用。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你救过米莎，恐怕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果然人类在这里一点都不受欢迎。但如果让我活着离开，难道不怕我把你们隐藏在这里的事情说出去吗？当然害怕。部落里的兽人们都是我的亲人，作为族长，我绝不能让千辛万苦逃出来的孩子们重新回到人类统治的地狱中。但是我相信你，少年。我的天赋能力能看到人身上的情绪，我在你身上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邪恶的念头，反而更多的是对兽人所受遭遇的不忿和怒气。像你这种单纯的人类，大概比我们兽人更稀少了吧？你也是天赋者？没想到兽人里面也有天赋者。哼，不要以为你们人类才……算了，这些没有意义的废话不要说。总之，人类废弃的魔法废墟反而给了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而我们也通过废墟中残留的能源水晶维持着我们的生活。作为微风部落的族长，只能带领着族人在这被大陆遗忘的角落苟延残喘，有损兽人的尊严。但是只要能看着部落的孩子们健康的一天天长大，我别无所求了。还真是廉价的愿望。那么今天在海滩边攻击米莎的机械风，就是在搜寻你们的机器人？是的，虽然这里可以屏蔽项圈的信号，但魔法部一直没有放弃搜寻逃亡兽人的踪迹，只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已经来到这附近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里会被发现的。魔法部的技术……族长，我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吗？帮助我们？
曾经，我们兽人和人类并肩作战，现在却沦为了阶下囚。人心呐，是这个世界上最伪善的东西。少年啊，没有人能帮到我们。那就改变这个世界好了。虽然这样说很中二，但这是能帮到大家唯一的办法了吧？我记得我老妈经常跟我说，路途虽然遥远，但是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只要一直往前走，就一定会到达终点。希尔取出一直陪伴自己的项链，回忆着以前的过往。但米兰达在看到这个项链的瞬间，目光却凝住了。这个项链是……族长，我今天找到了这个，上面有很大的能源水晶呢。这么大的残骸，米莎，你从哪里找到的？是从这个破破烂烂不正经的人类的飞船上找到的。早上也是这个弱不禁风的人类救了我。破破烂烂，弱不禁风，不正经。米莎，不能这么没礼貌。好吧，虽然你的评价有些奇怪，但船是我的，你也是我救的。不过这个能源水晶已经……希尔刚准备表明那枚能源水晶已经枯竭的事实，却看到米兰达正在暗示着阻止他说下去。只要米莎捡到更多的残骸，我们就不用为能源水晶发愁了，大家就能喝上干净的水，吃上热腾腾的烤肉。米莎不想再吃罐头了。你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谢谢你，米莎，你是个好孩子呢。以后就有肉吃了。目送着米莎蹦蹦跳跳的离开，抱着魔法残骸兴高采烈地回去跟同伴们炫耀。希尔一脸迷惑，难以理解米兰达为什么阻止他。为什么不告诉他残骸的能源水晶已经枯竭了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人类那儿学到一个词，叫做善意的谎言。面对目前的困境，或者说是绝境，只有希望才能让我们生存下去。希望吗？那么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项圈？看看也无妨，只是……米兰达组长，你介不介意我用天赋能力查看一下？喂，你想干什么？该死的人类，离我们族长远一点儿！你们让开！希尔他并没有恶意。没错，他是个天赋者，我看他使用过魔法。你不要动。没有理会一旁激动的兽人，希尔手指按在米兰达脖子上，指尖触碰项圈，闭上眼睛，黑火燃起。这魔法回路太复杂了，以我现在的能力……等等，这是……你发现什么了？对不起，这个项圈设计巧妙，还有自毁装置，我没办法把它解开。你不用在意，希尔。如果能轻易解除，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忍辱偷生这么多年了。哎，原来那个人类小子是想拆除项圈啊！没想到竟然会有人类帮我们。哼，我才不信人类有这么好心。虽然不能直接解除，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个好办法。你有办法？第二天清晨，兽人集装箱废墟内，各种废弃品搭建起了一个形状奇怪的高塔。希尔亲自爬上塔尖，众多兽人正在下面看着他。希尔哥哥，小心点儿！看来没问题了，搞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人类没那么好心吧？你们不是说这个魔法废墟可以屏蔽项圈的信号吗？那是因为这里杂乱的魔法废弃物正好干扰了项圈里的魔法信号传送回路，但这都是随机的，时间越长暴露的概率越高。
所以我利用这里废弃的器械建了这个干扰塔，而且在上面放置了一颗传送水晶石，这样不但里面的魔法信号发送不出去，连外面的魔法雷达也探索不出来，这样你们以后就安全了。这难道是真的？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我能感觉到你没有说谎，希尔，谢谢你。这份恩情，我们微风部落记下了。我记得你是要去一个叫雀灵之国的地方吧？族长，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的项链。我小时候跟随族人四处漂泊，曾在雀灵之国看见过一个非常相似的图腾。难怪老妈让我去雀灵之国。跟我来吧。在米兰达的带领下，希尔跟着一大群兽人来到了一个特殊的集装箱前方。映入眼前的是杂乱的魔法机械残骸。搞定了！哼，便宜你这人类小子了。这个是我们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你可别随便弄坏了哦。我们离不开这里，也用不上，就当做是给你的谢礼吧。这里面是……哇，竟然还有这个！这也太脏了吧！当然了，这魔法载具在仓库里都放了10几年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启动呢。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款式的魔法载具呢。哎，这个不是你们人类的交通工具吗？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我家比较穷吧。人类，这步去洗一下。哦，好的。未来，或许真的有那么一天，人类和兽人真的可以被清洗干净，如同全新一般的魔法摩托露出本来的面目。哇，这也太炫酷了！焕然一新的魔法载具，太帅了！存放的时间太久了，你试试能不能用吧。好的，那就让我来试试。希尔骑上摩托车，手掌贴合在控制台的中央，随着黑色火焰燃起，魔法能量注入其中。在引擎轰鸣声中，骑着摩托的希尔宛如离弦之箭，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巨大的响声把众人都吓了一跳。可以启动，各种设备也都正常。谢谢你们，这样就不用徒步走过那座大山了。我就说吧，这玩意儿一定能行。哼，算你这小子运气好。夕阳西下，在兽人部落大门前，米兰达带领着一众兽人在这里聚集。米兰达族长，谢谢，感谢你们的帮助。这也是你运气好，我也没想到这台魔法载具还能动起来。啊，不过真的不需要我帮你们除掉周边的机械蜂吗？任由那些家伙盘踞在附近，可是很危险的。希尔，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我很感谢你在魔法部的智能机械手上救下了米莎，但同时，机械蜂的集成网络会把记录影像传递到终端进行信息共享。也就是说，在你摧毁机械蜂的那一刻起，你作为未登记的天赋者已经暴露。魔法部未必会为了我们小小的兽人部落而大费周章派出执行者进行抓捕，但如果是未知的天赋者，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将废弃多年的魔法载具找出来，这些不仅是在帮助你，同时也是我的私心。只有让你尽快离开，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兽人一族才能暂时安稳一段时间。对不起，希尔，为了部落，只能……嘿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不就是魔法部吗？噬骨家的人都招惹了，我也不差再多一个魔法部。走了，放心，我会把魔法部的人引得远远的。希尔哥哥再见。再见。米兰达族长，
兽人和人类和平共处的那一天会来临的，我保证。和平。愿兽神保佑你，希尔。魔法载具只要灌注魔法能量就能持续运作，真是方便呢。希尔骑着摩托车在林间小路飞驰，逐渐远离兽人部落隐居的废墟。忽然间，他看到前方茂密的树林中有一片闪烁的光芒。那是机械风，这么快就找过来了。也好，解决了这些，米兰达族长他们就能更安全一些了吧。警报！发现不明生物体正在接近，初步判断目标具备攻击性，正在评判危险等级。警报！警报！数据对照，目标为高危天赋者，正在遭受攻击。这一群机械蜂还未搞清楚状况，油门拧到底，加速化作一道极光的希尔挥舞着长刀，直接冲他们的阵列冲了过去。沾染黑岩的刀锋干脆利落地斩断蜂群，锋芒所过之处，机械蜂尽灭。这样一来，部落短时间内都是安全的。我会搞清楚这一切的真相。已刻录未知天赋者形象，上传终端，申请执行者。从兽人部落离开，越过了机械蜂的警戒线，希尔骑着车一路爬坡，一直到最高处的山顶。但他看到的却不是光秃秃的山峰，而是一片充满人工修建痕迹的平坦地面，以及一座废弃许久的公园。这种地方竟然还藏着一座公园，看起来还废弃了很久的样子。这种充满旧时代气息的公园真是久违了。先把魔法载具收起来吧。大叔给的空间储物器也太好用了，这么大的摩托都能收纳进去。果然伤还没好的情况下频繁使用这种能力还是有点吃不消。这里不对劲，有人在暗中监视。是魔法部的人吗？来得好快，是躲避还是正面战斗？不过他们来得正好，我正巧找不到线索。从赤蛇之国离开后都折腾好几天，接连的战斗太累了呀，干脆就在这里睡一晚，天亮了再上路吧。什么人？果然来了。从黑暗中走出了3位神秘人，他们盯着面前的希尔，一句废话都没有，当即举起法杖，闪耀的魔法光辉刺破了黑暗。禁锢魔法可以破解，但先等等。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抓我？我们是隶属魔法联邦的猎影第3分队，您涉嫌破坏魔法部魔法智能机械，与身负未登记天赋能力被捕，我们将押送你到莫兰铎浮空城魔法议庭进行审判。凌晨的森林上空，带有魔法部特有标识的魔法飞船正在高速飞行，3名执行者组成的猎影小队在船舱内休息。而在船舱的深处，密密麻麻的锁链封锁下，一个魔法茧悬浮在半空。希尔被禁锢在里面，由于失去重力的束缚，他如同身处洗衣机的滚筒内不断翻滚，摔得头晕目眩。魔法部的手段太狠了吧！就算没有武器在手，但只要我激发天赋能力，这点禁锢魔法困不住我。但是，算了，来都来了，先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幕后操控这一切。主人。是谁？谁在跟我说话？主人身体机能处于恢复阶段，恢复状态良好。
不是幻觉，真的有人。主人正处于禁绝魔法的牢笼，并且还有守卫戒备，逃生几率较低。你是谁？魔法部的人吗？检测到10米内有3名天赋者，主人的叫声可能引起注意，请保持安静。装神弄鬼，给我出来！接收到来自主人的命令。竟然是这个！在希尔震惊的目光注视下，藏在他腰间的储物袋绽放出绚烂的光芒，逐渐凝聚成一名少女的身躯，双手交叉护在胸前，双眼紧闭，仿佛刚从熟睡中醒来。魔械术士实体化形成。魔械术士，你是之前在赤蛇之国帮我挡下攻击的那个？还有我身上的绷带。希尔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少女，狭窄的空间内，飞船一阵抖动，刚凝聚成实体的少女扑倒在希尔身上，两人的脑袋狠狠撞在一起。好痛！检测到主人受到了不明物体伤害。在罗兰珠市会社大楼的时候，还有在飞船上给我包扎的人，都是你吧？回答主人的话，正是在下。看样子你是人工致谢，但好像又不是。哎，对了，你叫我什么？主人？回主人的话，我是瓦尔基里计划量产女武神，人形智能机械002号，于上周与主人定下契约，从今往后就是主人的专属女武神。瓦尔基里，女武神？你是那个魔方？哎，等等，你是来自雀灵之国吗？回主人的话，我的诞生并非是雀灵之国，我来自希望之都。那个小子好像一直在嚷嚷着什么，要不要我去看看？被我们逮捕的人，哪有几个正常的？不用管他，只要把人带回去就好，其余的跟我们无关。队长，这个少年是犯了什么罪这么严重？按照正常程序，不是把人带回分部就行了吗？这次居然要出动我们猎鹰小队，还要队长亲自把他带回总部，这……暗影准则第3条，不得过问逮捕人员身份，不得考究任务目的。我错了，队长。我们逮捕过程很顺利，但别掉以轻心，被他的表象欺骗了。这个目标可是老总长和副部长亲自下令秘密逮捕的人，你们懂我意思吧？明白，必定保持警惕。清晨，游荡在云天之间的奥古斯都浮空城，整座浮空城都环绕着魔法光辉，宛如璀璨星光的微粒子遍布城外四周。经过一夜飞行的魔法飞船降落在城中停泊点，3位魔法部的执行者小心翼翼地将禁锢着希尔的魔法茧抬下飞船。福克斯，好久不见。3位执行者刚下飞船，就看到一名红发男子撑着金色蛇头手杖，在停泊区等候多时。这是奥古斯都浮空城南区分部的负责人，赤骨蛇丸第4子，赤骨隼人。隼人先生，这么快就捉回来了，不愧是猎鹰小队。你们不用紧张，我就是来传个话的。这真的没问题吗？这是老爷子的意思，我们按命令做就行。放心，在这浮空城上，没有人可以逃出我的视线。奥古斯都浮空城郊外，一处荒芜的草地包裹着希尔的魔法茧，被重重地丢弃，滚落在地上。在魔法茧内的希尔重重地摔了一下。喂，这些魔法部的执行者在搞什么？喂，你们什么意思啊？囚禁着希尔的魔法茧被摆放在地上，缠绕在上面的魔法锁链正在执行者的操控下缓慢解除。队长，我们就这么放了他？
这是高层的意思，把他带到这里，我们的任务就算结束了。好吧，既然如此，里面的人听着，在仲裁庭审讯前，你有3天的自由时间，3天内不得离开浮空岛，随时等候魔法部的传唤，否则将会受到仲裁庭的通缉。仲裁庭？那是什么？希尔刚准备趁这个机会多套问一些情报，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问，随着魔法茧解开，强烈的光迎面落下，让他的双眼刺痛的难以睁开。好刺眼，眼睛都差点瞎了！等，这是……等到眼睛适应了光明的环境，希尔看着自己面前宏伟壮观的建筑，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部吗？好大啊！大叔，凭你的手艺去大城市，应该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呀。哼，大城市？什么大城市我没去过？我以前可是在奥古斯都浮空城工作。我爸超级厉害的，他可是魔法机械工会会长的首席学徒哦。哎，把首席去掉，我才没有那么厉害。听金妮说，你在去往雀灵之国的旅途吧？那么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奥古斯都浮空城看一看。那里不仅仅是魔法部的总部，可以说是人类魔法的巅峰聚合。在那里，你才真正了解到人类在魔法上的造诣到底有多高。好的，有机会一定会去看看。这就是大叔之前说的奥古斯都浮空城，只是没想到我竟是以这种身份进来，还有魔法部的这些人就这样把我丢在这里，还说什么给我3天时间，意图也太明显了，无非就是想让我自己露出破绽。哼，不过也好，正好让我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先让我好好逛逛这座奥古斯都伟大的浮空城。小鸟进笼了，都给我看好了。是，索仁少爷。这就是大叔说人类魔法的巅峰吗？好繁华的城市。走入奥古斯都城市内部，繁华喧闹的人流，到处都是魔法科技的梦幻光影，让希尔看得目不暇接。不愧是魔法部总部啊，魔法技术看上去比赤蛇之国还要高上不少。这里人员流动的这么频繁，那么雀灵之国的消息应该能够打探得到，还有魔法部执行者背后那些人。主人，你目前正处于魔法部监视状态，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请不要做出出格行为。好吧，雀灵之国的消息我会慢慢打听。不过既然他们给了我3天时间，那就如他们所愿，先去魔法机械工会。之前多亏了你，苍兰，我现在就去把你修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我要修理武器。好的，这边请。这魔法器械维修也太贵了吧！一次竟然要7000金币，家里带出来的钱都花光了。主人已进入贫困阶层。你这把刀损毁太严重了，而且使用的是上一个时代的钢材，算是老古董。我们这边可以用目前最新的魔法科技，再加上适合材料给你重铸，但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根据主人的武器损坏情况，维修重铸刀具的价格比买一把新的魔法刀具要贵，但7000金币的价格还是太贵了。你说的我都懂，但这是苍兰吗？它是无可替代的。没想到光子给我的那张卡，不仅是钥匙，还是无限额的借记卡。不然我可没钱修复它了。这位先生。正在希尔深陷钱包亏损的心痛之际，一名女导游背着巨大的包裹，身后插满了广告旗帜。奥古斯都观光团专业向导限时特惠，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天空之城。希尔回头看向身后的导游，
有点出乎意料的表情。哎，有什么事吗？先生，请问有没有兴趣报名参加在下的奥古斯都观光一日游啊？不好意思啊，我暂时没空去什么旅游团了。也不知道奥古斯都有没有图书馆、档案室之类的。主人，我觉得这种资料并不会出现在文献上。图书馆？先生，请等一下。这位先生大概不知道，如果不是浮空岛本地居民或魔法部队认证的天赋者身份的话，图书馆、档案室这些地方是进不去的哦。你是本地居民吗？我不是。那么你就一定需要我的服务。通过我的观光权限，即使先生是犯罪嫌疑人，我可以带你去到一些特殊渠道才能进入的地方哦。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是嫌疑人？还是3天后就要上仲裁庭审讯的那种？你这个服务他要多少钱啊？虽然手里有光子给的无限卡，但希尔也不想多花他的钱，掏空了自己身上的钱袋。面前的女子凑过来扫了一眼，锐利的目光精准地估算出金币的数额。就收你30枚金币吧。好贵！这差不多是我最后的存款了。不过，只有查询相关的文献资料，才能……算了，这里30金币，快带我去吧。好嘞，我的观光团在这边，先生跟我来吧。我是希尔，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被魔法部抓到了奥古斯都浮空城，但本该等待着仲裁庭审讯的我，现在却……哎呀，小伙子长得真俊俏。嗨，我们这个观光团好久都没有年轻人来过了。正在一辆观光悬浮车上和一群叔叔阿姨一起进行着观光旅游，还是老年团。小伙子，有女朋友吗？你看看，这是我孙女儿。哎，小伙子，这是我家小花，很可爱吧？小伙子今年多大了？看样子不像本地人啊，是不是单身呐？没有。难得有年轻人，你可要陪阿姨们好好聊聊天。各位叔叔阿姨，我们到了奥古斯都最大的科学药物商场了，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车购买。喂，导游，是说好带我去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吗？怎么跟着一群老爷爷老奶奶来这里卖保健品了？你该不会是在耍我吧？你着急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们夕阳红观光团的路线啊。旅程路线就包含着购物商场跟博物馆、图书馆。你们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多学学老爷爷老奶奶们吧。还有，不要叫我导游，我叫查查。是啊，年轻人不要急，一起来聊天嘛。我还有另外一个孙女，长得很漂亮哦。没房子也没关系啊。查查，救我！你就多陪陪他们吧。我这个观光团啊，好久没有年轻人参加了。查查，下次还有这种俊俏的小哥，记得叫上我啊。好的，芬妮阿姨。小帅哥，在哪里工作呀？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年少有为了，能够来奥古斯都旅游，收入不低吧？哎，不是阿姨，你别扯我衣服啊！来，让阿姨好好看看你。你看看，这是我家侄女儿，什么时候有空介绍你们认识？救命啊！叔叔阿姨们慢点走啊，下次开团我一定通知你们。总算活过来了，阿姨们真的是太可怕了。喂，现在可以带我去了吧？当然可以，答应了顾客的事，我查查从不食言。跟我来吧。对了，希尔先生从哪里来？我来自爱德村。没听说过。哇，这里就是图书馆吗？
这么大的吗？当然，这里可是奥古斯都国立图书馆，是整个大陆存在时间最长的图书馆。无论是古书籍还是文献，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查查虽然看上去不靠谱，但还是很熟络地走到图书馆门前，递交了一份资料给守卫，让希尔顺利通过审查。这个导游还可以嘛？两人并肩走进了图书馆，刚一进门，希尔就被里面庞大的书本数量和茫茫多的智能机器人震撼到了。这里面看起来更大了，不过这么多的书，找书不是很麻烦吗？这你就不用担心啦。看到那些机器人了吧？只要你说出书名，他们就会给你找来。他们还会把你带到相应书籍归类区，很方便吧？对了，希尔先生，你想要找哪类型的书籍？我想找去……主人，不能说。我想找历史文献类的，有关于上古之战和一些失落文明、神话传说类的。这样啊，你跟那边的知蝎说就好啦，他们会帮你找到东西。我在休闲区等你，不过你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时间到了就去休闲区找我，我带你出去。好的。庞大的图书馆内，随处可见正在阅览书籍的游客，但更多的是四处游走的机器人。先生，这里就是历史文献区，很高兴为您服务。刚刚你为什么阻止我？是觉得那个查查不可信吗？他有问题。主人，我在你后腰处探测到一个信号发生器，是从遇到那个女生开始出现的。希尔回忆着自己与查查的初见，若有所思。难道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小查查，那个男人的情况知道多少了？那个叫希尔的小孩很谨慎啊，虽然微弱，但从他身上一直散发着微弱的魔法波动，但并不是传讯的魔法，更像是一种保护魔法，屏蔽了我对他的探测魔法。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他叫希尔，来自艾德村，他对我保持着警戒心。不过我已经在他身上放置了监视器，如果他有传讯的行为，我这边会第一时间截获。做得好，继续监视，有情况立即通知。只要有人跟他联系，我们就能把他和他背后的那些同伙一网打尽。损人少爷可是筹划的这件事，可是能在魔法部和总长面前立功的。等等，不对劲！怎么了？信号源消失了！可恶，一不留神就让他逃了。这里是国立图书馆，他逃不远的，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控制住。我会追上他的。怎么不见了？逃哪儿去了？你好，请问你有看见过一个金发异色瞳的男人走过吗？找到了吗？没有。不愧是敢在赤蛇之国搞出骚乱的重犯，是我太大意了。赤骨家、魔法部，还有莫名其妙的人，接二连三的，你们到底想从我身上知道什么？没想到魔法部的人竟然会伪装成导游接近我。哎，等等，那些参团的老人不会也是魔法部的人吧？回主人的话，身上有魔法波动的只有那个接近你的女生，那些老人应该都是真正的游客，不存在扮演伪装的痕迹。不过，从主人进入城区，我的确感觉有不少监视摄像头在你身上停留。那我现在身上还有人在盯着我吗？经检测，主人身上已经没有魔法器械的波动。刚刚多亏了你啊，谢谢了。说是给我3天的自由时间，但魔法部和那个阴魂不散的赤骨家，这就迫不及待了吗？时间差不多了，先去取回苍兰吧。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推测，对方有可能会在魔法机械工会设下埋伏，
灵犀不建议主人前往，可能存在危险。苍兰可是我那没见过面的老爸留给我的遗物，即便是陷阱，我也不可能丢下他的。了解，我会密切关注身边的人员和魔法波动，请主人小心。先生，你的刀具已经维修好了，请跟我来。好的，麻烦你了。在希尔确认了四周环境安全之后，他来到了魔法机械工会。进入工作间，就见到了放置在木盒中的长刀苍兰。哟，来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怎么了？你的刀非常特别，不仅材料在现今比较稀少，里面还封存着极其罕见的古代的魔法术士。这刀中有着至少5个以上的古魔法术士，理论上来说是不会轻易被外力击碎的。由于我们无法拆解里面的术士，我们只能保留里面蕴含的魔法术士，用魔法科技进行现代化的升级改造。希尔举起苍兰，仔细端详，感受着这柄熟悉又陌生的长刀。确实和之前很不一样，变得更帅气了，重量也重了不少。锋利度和硬度都比之前提高了不少，所以相对的重量也增加了。真是谢谢你了。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取回苍兰，希尔小心翼翼地走出魔法机械工会，全程都让灵犀维持监控，提防着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吗？回主人，暂时没有发现。奥古斯都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一直这样躲藏也不是办法，迟早会被他们找到踪迹。虽然不知道那些人想要干什么，但避开他们的视线才能让我更加安全。主人，在那个观光火车上，那个导游曾提过，这里有个叫环石公园的著名景点。根据我的推演，目前情况下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24小时内，对方有66.66%的概率不会搜查该区域。我知道了，那就带我过去吧。黄昏时分，希尔来到环石公园，在中心区域还有一座非常巨大的悬浮在半空的石碑。这里就是环石公园吗？根据地标指示，就是这里没错。这里不是很著名的旅游景点，人不是很多哎。主人，没几个游客会在这个时间点来游玩。好吧，不过这座石碑，这石头上面雕刻着文字，这是名字？孩子，你不是浮空城的人吧？就在希尔打量着石碑上铭刻的文字时，旁边忽然走来一名拄着拐杖的老者，他浑浊的眼眸盯着面前的石碑，眼中仿佛有光芒闪烁。这里确实是浮空城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地方。这座石碑，看到石头上的名字吗？上面雕刻着的都是为了人类社会贡献的英雄们，特别是中间的核心灵钢古岩，上面刻着的是末世之战牺牲的英雄们的名字。所以这里不仅是座公园，还是这些先烈们的墓园呢。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对这些埋葬在尘埃里的历史感兴趣了。末世之战的英雄，但这么重要的石头上面怎么会有这种被破坏的痕迹？老爷爷，这里有些字被……人呢？希尔转过头想要询问，那位神秘老者却凭空消失了。他所站的位置只剩下一束祭奠的鲜花和一瓶酒。什么时候消失的？主人有什么打算吗？这里还有人监视吗？可能是位置比较特殊，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监视魔法和魔械，甚至城市里的人工智能也有刻意绕过这里。好的，
那就先把魔法部跟赤骨家的事情放一边，该说说你了。从希望之都开始，你之前提的是这个名字吧？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存在过的国度。很久以前的国度，也就是说现在不存在了？那么这个希望之都跟雀灵之国有关系吗？搜索关键词雀灵之国，记忆数据库内并无相关信息。这样啊。回主人，记忆芯片 E2-018 区有未开启资料库，里面说不定有主人说的雀灵之国的资料。啊，那太好了！你快看看里面都有什么。主人，在赤骨之国，我曾挡下超阶魔法，芯片体受损，暂时无法恢复。既然损坏，那就没办法了。以后有机会再看看怎么修复吧。不过，以后你别叫我主人了，我叫希尔，喊我名字就行。抱歉，主人，这个要求我暂时无法接受。作为瓦尔基里女武神致谢，在自身毁灭前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主人性命，就是我等诞生的意义。我只是主人的工具，在契约达成的那一刻，我的生命核心就已经与主人相结合。主人死亡，我也会跟随自毁，所以主人可以完全信任我。你有体温啊？为什么要伪装成冷冰冰的人工致谢啊？主人，我本来就是人工致谢。可你不止一次救了我，不是吗？从今以后都不能用这个称呼了哟。还有，所以说以后你都要跟着我了，是吧？是的，如果主人解除与我的契约，自毁程序将会开启。呸！自毁什么呀？赶紧给我忘掉！既然以后我们都要在一起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同伴了。既然是同伴的话，总不能一直称呼你的编号啊。这样我要给你取个名字。我记得你的编号是000号来着。000。哦，以后就叫你灵儿了，怎么样？02。以后你不是作为我的人工致谢，而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往后就请你多多关照了，灵儿。我警报，体温由于不明原因正在升高。哎，灵儿，怎么了？你没事吧？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没事，体温下降中。主人，停！刚刚怎么跟你说的？希尔主人，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算了，随便你吧。环石公园，这里虽然没有魔法部的监视，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还真没想好。莫名其妙就被人绑到这里来，本以为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邪恶组织，没想到竟然是魔法部。希尔主人，有人靠近。人？你就是希尔，那个闯入了赤蛇之国大闹赤骨家的小贼，就是你。哼，这么说，你也是赤骨家的人？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呢。再确认一次，你的名字是希尔。没错，想要打一架的话，尽管来吧。这一次我可不会留手。跟我来。你不是来打架的？哎，等等，这是要去哪儿？希尔主人，我从他身上感觉到强烈的魔法波动，他是天赋者，而且能力很强。啊，我知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都找上门来了，先看看他准备干什么再说。希尔主人为什么要跟他走？这可能是陷阱。他身上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不过，就算是陷阱也无所谓，他留不住我。这位小姐，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没有。你是魔法部的人吗？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那你……我们不认识，也没有见过，你让我很讨厌，但我不能杀你，所以你最好乖乖闭上你的嘴，跟着。哇，这个女人好可怕！主人小心，刚才那一刻捕捉到了确切的杀意。我知道，不过我跟他们赤骨家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啊，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想杀我？蹲下！哎，我没说话呀！闭嘴，藏好。两人走到半路上，赤骨幽子忽然把希尔狠狠拽到一旁，借助木箱当掩体蹲在地上。而在巷子的前方，一台魔法致谢正在缓缓走过，头部散发着红外线光，巡视着四周。发现疑似嫌疑人，开始巡查。干嘛？我没说话。闭上你的嘴多好，别动。扫描完毕，巡查无异常，排除区域，继续巡查。他走了，起来。为什么要躲着他？魔法部的魔法致谢正常巡逻而已啊。正常巡逻？算了，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跟上来。那个男人跟着我的旅游团和那些老人一起观光，后来我带他去了国立图书馆，是在那里丢失的。他识破了我们留在他身上的跟踪装置，可以确定，他并非像情报所说的对现今魔法科技一无所知。所以，这就是你们把人跟丢的理由？不是这样的，索人少爷。在他离开图书馆后，我们通过环城的监控画面找到了他，但是……看着监控屏幕上希尔与赤骨幽子一起离开的画面，赤骨损人的脸色变得更加的冰冷。我让你们监视着，是为了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你们现在竟然让他被人带走了，任务失败的后果你们是忘了吧？少爷，那个接应的人不是他的同伙，这个人你也认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一位，所以才没有贸然进行抓捕行动。傍晚时分，奥古斯都浮空城郊区，这里怎么看上去有些荒凉？跟奥古斯都的市区差别有些大呀。任何地方都有贫富差异，你所看到的内城只是奥古斯都浮空城光鲜的一面，而这里则是另一面。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就是你后面几天待的地方，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去。啊？带我到这种地方做什么？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也该告诉我了吧？什么人？如果不是那个人，我现在应该杀了你才对。难道你不是赤骨家的人？你到底是谁？感受着赤骨幽子身上涌动的杀机，希尔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苍蓝。我说的是之前，但算你运气好，我今天找你是受人委托，给你一个安身之所。另外，为什么认为我不是赤骨家的人？现在赤骨家上下想要杀你的人可以从这里排队到内城区。表明你的身份，否则就拔出你的剑。在这座浮空城上，我不相信任何人。倒是不像情报中那么蠢，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否则也活不到今天。赤骨幽子缓缓拉下面罩，露出了一张让希尔熟悉又无比震惊的脸庞。你是？魔法部总部会议密室，赤骨蛇丸坐在正中，而在他身旁是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魔法部仲裁庭仲裁长，琼京一族前代族长阿布斯·亚特兰提斯。就是这个男孩闯入你的赤骨大宅，所以你确定是他的后人？暗萧，还有他的双眼。阿布斯，对我而言，他到底是与不是，这并不重要。重点是，他出现了，那是在警告我，他们还活着。蛇丸，
为何你要单独告诉我呢？其余2个老家伙应该比我更在乎这事儿。不过我记得，当年你倒是最反对清除计划。够了，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呐。我又要换桌子了。沙婉，你可以利用魔法部总长的身份命令我仲裁庭配合，但现在却在私底下找我，是不想泄露出去吧？有些事既然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继续让它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下，才是最好的吧。毕竟，谁都不想让这些过往的历史再被翻出来。夜晚，在优子安排的旅馆，希尔难得的放松下来，感受着冰冷水流的冲刷，回想着自己离开村子以来一路上经历的这些事件，希尔不禁有些迷茫。老妈，你要我找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希尔主人，检测到你的精神出现了波动，怎么了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因为契约关系，我可以在你身边5米范围出现，更好的保护你。没人问你这个了，我没事儿，你快出去了。好不容易挣脱了灵儿的窥视，躺在柔软的床上，希尔拿出赤谷光子送给他的卡片，回忆着今天与赤谷优子的相遇。光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收回那句话，你不仅是傻子，还是个瞎子。你所说的那个女人，是我不成器的姐姐。你是光子的妹妹？是光子要你帮我的？为了帮我逃跑，光子现在怎么样了？别靠近我！我说过，我讨厌你这种智力低下的男人。在接近希尔的刹那，刀锋在赤谷优子手上一闪而过，锋芒已经抵在了希尔的脖子上。这是威胁，也是警告。他是赤谷未来的继承人，能有什么事？虽然幽禁和审问是免不了，但至少不会跟你一样被人撵得满世界跑。好吧，他没事就好。对了，这是光子给我的，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你是他的妹妹，帮我还给他。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给你了，你自己留着吧，以后亲自还给他。等等！盯着手上的卡片，希尔思索了许久，他也搞不明白这究竟代表着什么。希尔主人，那个女生是你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但是我认识她姐姐。说起来，在赤蛇之国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吗？我是在那个超阶魔法即将杀死你时才醒来的。这是今天那个女孩的姐姐给我的，全靠她，我才逃出了赤蛇之国，甩开了赤谷家的追杀。但为了帮我，她好像被家里给关禁闭了。她是个好人啦，就是脾气超级大，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答谢她。也不知道那些魔法部的人说的审讯是什么，3天后仲裁庭。我倒是想看看他们究竟能拿出什么罪证。不管了，先睡觉吧。你也早点休息啊，晚安了，灵。晚安，希尔主人。